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到了卡普里岛，我们就要坐这个直升机去酒店了。然后我们的行李就会被拴在这个下面，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行李。全欧洲最脏、最混乱的老城和顶级老钱的富豪岛，在意大利是隔海相望，直线距离只相隔15公里的两个城市。前者是鼎鼎有名的那不勒斯，脏乱危险是大多数游客对它的标签。我觉得地上全是烟头哎。那后者是卡普里岛，它的关键词是精致奢侈，老钱专属。直升机接送5000欧4万多人民币。哎，这就是前两天大家偶遇范冰冰的餐厅。 Have you ever met like any like famous people? Cristiano Ronaldo, you know? Really? Yeah, Michael Jordan. 曾经是这个向佐跟郭碧婷结婚的酒店，海明威、小李子、汤姆克鲁斯曾经都住过这里。不到1个小时的传承，像是跨越了2个世界。那这次特别的难以之行，其实是因为小米新速七的车漆卡普里蓝。顾名思义啊，灵感来源其实是卡普里岛的蓝洞。小米说，只要带大家去看是什么样的地方孕育出了他们这个新款的卡普里蓝的这个车漆就够了。以前打招呼都是这么打，今天我要这么打。你应该这么打，因为这一期是意大利，来不来？我们来啦！哦，小爱同学，打开前面箱。这个功能吧，我发现有个好处，方便我们拍 vlog，单手就可以了。这两天我查天气预报，卡普里岛天气不是很乐观，好像下雨。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的航班还有大概1个半小时就要飞了，所以咱们赶紧出发吧，拜拜。拜。同样是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跟卡普里岛的差距能有多夸张？在这一期的来不来中，我们就从吃住行到人文气质，全方位的对比这两座赫赫有名、有天差地别的地中海城市。经过了整整1天多吧，26个小时，然后现在终于是到了这个那不勒斯。刚刚从窗外看，因为今天天气非常不好，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那个没有被开发过的798似的。喜欢吗？喜欢，跟你在一起哪儿都喜欢。呦。如果想去卡普里岛看蓝洞，那不勒斯是你大概率会停留的城市，所以先让我们来拆拆这2座城市的酒店盲盒。相同的房型，同样含早的情况下，那不勒斯跟卡普里的酒店价格可以相差40倍。我们现在要去酒店 check in 了，然后那不勒斯大家都知道啊，黑手党的一个故乡之一啊。然后我们今天要去 check in 的这家酒店，我就是在酒店的预订网站上价格排序从低到高，找了一家最便宜的酒店。能住。今天的那不勒斯可能是整个意大利或者说整个欧洲最毁誉参半的城市，文明的多元，地中海蔚蓝优美，与街道卫生的糟糕，黑手党小偷横行并存。我们还选了这座城里最便宜的酒店，人民币不到300块一晚。说实话，无论开到什么样的盲盒，我都不意外。哇，等一下，我摇一下脑袋，有点壮观。果然，当我们穿过了一条全是破碎窗户的街道，我们来到了一个昏暗的院子里。花盆里面找钥匙。哇，好古老的钥匙。然后现在这电梯就这么大啊，看我们箱子就这么大。然后呢3层。得给钱，这个小布袋子里面有币。这个电梯啊，大家看到是要投币的，房东送了一个硬币啊，所以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要干嘛吧 Room 卡普里，这间房子叫卡普里。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进入过一个房间。等一下，我操，有点吓人。里边，咱来，跟我来。你先看下。里边的灯呢？哇，还行，300。一室。要啥自行车啊？300。没我想象的那么差哎。这是厕所啊，还行啊。当然，在看了杰克小兔在罗马的视频后，我觉得不在酒店里丢东西就算胜利了。我现在有点无语，你知道吗？
我今天那个临走前还把这个被子把我的 Switch 盖着，结果他给我们都是床重新收拾好，把 Switch 给我放到这儿了。我刚找了一下，我袋子里的瑞士币都在呢，都没丢。挺厉害的。我们的是零食也没丢。如果这个时候我还在犹豫来还是不来，扣上是现烤的。当早上卡布奇诺和刚烤好的可颂端上桌的时候，直接给到一个夯爆。朋友们，快把来打在公屏上。很好吃，它上面还撒了点糖粉呢，看到吗 ？Tastes good。OK。当然，这个酒店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所在的街区确实不安宁，临街有点吵，老板和服务员都不会说英文。但在欧洲啊，人均150人民币，要啥自行车。临走前他还特别热情的出来跟我打招呼，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拜拜。后来看了素材，我才知道啊，他在让我把下边的电梯门关上。便宜好住的那不勒斯酒店超出了预期，而另一边卡布里岛的顶级老钱度假酒店，从上岛开始就是在烧钱。咱们要住的那个老钱的酒店，就是向佐跟郭碧婷结婚那个酒店。今天是他们今年的第1天开业。虽然他们今天开业，但其实他们提供了2项服务，就是从那不勒斯如何到酒店。第一项是快艇接送，价格是3000欧，24000。另一个服务是直升机接送，5000欧。我们抱着4万多人民币。对，我们就要坐这个直升机去酒店了。然后我们的行李就会被拴在这个下面，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行李。如果我们要做这个的话，但我们不配，我们实在不配坐直升机去那个酒店，所以我们身后这个船过来啊，28欧一个人。专属的游艇、直升机上岛是卡布里老钱的日常标配。那这里的老钱绝对不是暴发户式的那种堆砌。奥古斯都大帝曾经以4倍土地大的岛屿换取卡布里岛作为避暑地，他的继任者提比略也在这个岛上避暑了整整10年。早在遥远的罗马时代，这个四面都是悬崖、拥有着绝对私密性的岛屿，让皇帝们能不受干扰地享受着权利与自由。所以也不难理解，直至今日，卡布里继续被政要、名流、皇室与艺术家所青睐。那这座石灰岩上的海上孤岛，带着自古至今各种鼎鼎有名的光环，像一个巨大的文化漩涡，将自然、历史、金钱与欲望都吸纳其中。而这家酒店则是岛上众多老钱酒店中最贵的一家。Blue. Yes. So blue is Capulet's color. Of course.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拖一下我们这个1晚上12000的酒店啊。来，这里是洗手间，12000一晚啊！哇，不管是多便宜多贵的酒店，包括我们在那不勒斯300块钱一晚上那个酒店都有这个。这个我刚听说是意大利人洗屁股用的，我一直把洗漱包放在这里头。这是卡布里蓝吗？等会儿，也不一样，很难找。这是我们这辈子住过最贵的酒店，没有之一啊！这是这个牌子很贵的。真的吗？我晚上要多用。对，没有那种能带走的吗？我也变成了 Rose。给大家看看窗外的风景。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应该是一个 old money 了。12000一晚，你来不来？朋友们，3、2、1。山猪吃不了细糠，同志们。有个不好的消息，今天卡布里岛风平浪静，天气还不错，但是蓝洞还是关了。为什么？下雨不开，刮风不开，浪大也不开，因为都进不去。不知道，我们一共有3天的机会，明天是1天，后天是1天，大后天早上是1天。如果这3天它都关，对不起了，小米。我原谅你。小爱同学，为什么那不勒斯和卡布里岛离得这么近，一个却脏乱差，另一个却是度假胜地呢？那不勒斯人口多历史久，老城区本来就建筑密集，加上长期经济发展不均衡，就容易显得拥挤脏乱。不过那不勒斯也有自己的魅力呀，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和绝美的海湾风景，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地方。Una notte a Napoli.
Quelle stelle si scordò, e anche senza ali, in cielo mi portò. 走走走走走，哇，你挖啥呢？好乱。这边的摩托车，天哪，都好疯啊！全是车啊，同志们，每个流间距又这么窄，吵得要死。空气中都散发着那种汽油的味道。现在我的包是敞开的，我现在有点担心，所以你拿着，我得把我的包放前边。现在的下一站是要找去，哎呦，这地不平。吓死我了！地上嘛，因为都是石板路，它每一个缝正好够卡一个烟蒂子的。看那，什么？全是破的，没有门呢。超高的2楼，那儿还有一个4楼，都没有门。而深入狭窄如迷宫般的街巷，才是我们放下成见，真正认识那不勒斯的开始。大家听得到吗？这么破的一个城区里边，有人在唱歌剧。所以我现在的感受特别奇妙啊，左耳朵是超级嘈杂的这种摩托车的声音，右耳朵是歌剧。这儿的好看其实是跟重庆的好看是有点相似的，就是它的上下坡、它的高低点有很多位置间的变化跟差异，然后它又稍微有点市井的那种乱，会让你觉得很有人文气息，挺有电影感的。对的，就是让你会脑补在这儿会发生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恩怨情仇的那种感觉。对，这个场景好漂亮啊，这光也很美，光也很美。像不像那个什么，刘老师？像不像那个什么？你的名字。哎，Kimino。我看见沙漠。我们刚上这个出租车有点吓人，说我们在害死他，他刚刚冲我做了这个手势。确定没错？确定。So there is a mafia living here. Okay. Taxi is mafia. Taxi. Taxi. Yes. Four people Taxi is mafia. Taxi killed me. I'm Uberman. 他刚刚说这边的出租车都是黑手党，然后黑手党会搞死 Uber。那关于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其实我们在后面采访到了很多相关人士，也会在下一期给大家慢慢展开，记得点个关注。聊到黑手党，大部分本地人都像听到伏地魔的名字一样突然变脸。那和他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提到马拉多纳，这里的人会给你展示真正属于南艺人的热情。这是马拉多纳，看。马拉多纳，人我一说马拉多纳，人就听懂了。我真的不要小瞧足球在欧洲人心里的这个影响力，特别是在意大利人。我想知道他那个脸的窗户是谁在住，太好笑了。他永远都不能打开，他永远不能开窗。他开窗的那个马拉多纳就迫降了。你知道为什么马拉多纳在这儿的地位这么高吗？其中有一点就是在马拉多纳帮助那不勒斯夺冠之前，意甲的冠军都是北方的球队。在这儿流传着一句话，在那不勒斯如果只有一种宗教，那就是足球。被球迷视为圣地的巨幅壁画，是与马拉多纳带领的那不勒斯在1990年第2次意甲夺冠。出身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的球神，带领着被北方城市歧视和边缘化的那不勒斯2度登顶意甲。那曾是失落到最低点的南方，精神最振奋的时刻。那一刻的那不勒斯变成了蓝色的海洋。你能想象到整个那不勒斯人有多爱他？那这些蓝就是卡普里蓝吗？不是，这里边有一个误区，我一直以为就是你知道，大家看到意大利的国旗是绿、白、红3个颜色，对吧？但是意大利的所有的国家队跟足球队，包括那不勒斯的这个足球队，全部都是这个蓝。整个统一的意大利的这个王朝叫萨伏伊王朝，这个蓝其实是萨伏伊蓝。萨伏伊蓝。对，蓝色对于意大利很重要。当然，无论怎么说，在找寻卡普里蓝的过程中，我们来到那不勒斯也真的挺有趣的。我觉得在这边的人都很嗨。你来不来？3、2、1。哎，你为什么不来？我觉得女孩子还是有点危险。如果有这样的天气，我觉得我会选择去别的地方。比如？好
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著名的卡布里岛了。我们今天穿的非常的老钱 old money， 我上一次穿的这么正式，还是跟你求婚的时候。但是我们陆老师虽然今天穿的非常的这个精致啊，但是他刚刚拿那个相机拍的时候，上画面。哎，干摄影的在路上是不可能优雅的。我觉得你今天穿的比你求婚那天还要这样。是吗？换上了亚麻套装，勉强跟上了卡布里的老钱氛围，直到入住酒店的时候。With the breakfast included in our two Michelin-star restaurant L'Olivo, OK， from 7 in the morning until 11 in the morning. 看到这家酒店了吗？苗老师，老钱们待的地方。这家酒店不是现在最贵的，我们住的那家酒店应该是最贵的。但这个应该是最老牌的。是的，上一期我们美国往事里边提到被枪杀的肯尼迪，还有王尔德，当然还有我们后面美国往事里边讲到佛罗里达 Key West 的时候会讲到的海明威，曾经都住过这里。然后这家酒店的左边就是一条奢侈品街，走，苗老师。好，在这条奢侈品街里边，应该是全球奢侈品品牌最密集的地方，仅仅大概不到200米的地方，有大概30多家顶奢奢侈品品牌。我都有点不敢进去了呢。它这里所有的奢侈品店的这个门头啊，没有争奇斗艳，都是黑白配色。卡布里岛给我一种就是高奢版阿那亚的感觉。就从酒店里边到这些奢侈品店，都是属于那种风格很地中海，会大量的运用白、蓝、黄这样的色彩，但选取的材质都比较好，所以都带着一种被金钱过滤和筛选过的那种纯净。哦，这是什么牌子的？朋友，你是什么牌子的？好可爱，它能摸吗？我们确实感觉不太属于这里，所以赶紧离开了市中心，往海边的悬崖走。高尔基的像，以前高尔基就是住到这儿的。住这儿吗？对，是这个房子。那也就是说，列宁曾经也来过这里。就咱俩，他们就像咱俩现在在漫步在这儿。对，这条路是列宁跟高尔基走过的。这叫什么小径呢？革命小径。咱俩的革命友谊，你就说咱俩是不是天下第一好？啊，咱俩是不是第一好。老钱们也所情而左。老钱也怕自己的爱情不稳了。哇塞，哇，快看那边，海水那个颜色。看到了吗？阳光一出来，就是你看那个光，现在在海面上一半有一半没有嘛。然后有光的蓝色和没光的蓝色就是两种蓝色。对，我现在已经看蓝，已经看蓝不是蓝，看山不是山，还是蓝，不是海了。对，同志们，我觉得我找到了卡普里蓝，真正的卡普里蓝现在就在我的对面，看这颜色哈，来，我们跟着一起转动，一模一样。你就说是不是一模一样？绝对找到了，一模一样哎。警察的什么什么，所以卡布里的蓝源自于卡布里岛警察局的蓝。我们已经疯了，不用管我们，因为我们的钱只够在这个岛上2晚。但小米速七的灵感地卡布里的蓝洞在前2天都没有开放，这里的天气实在是太过多变。我难得穿这么老钱，抓了个头发，结果下雨了。然后刚刚天气预报显示这个雨要下到晚上9点。好酸！你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不是现在这个雨。蓝洞。这个小米并不担心，但那个小米现在很担心。Sorry, the blue cave is open today. How about tomorrow? We don't know yet. 去不了了。我还专门搞了个指甲油。明天他说明天他也不确定可不可以，就只能明天再来问一次。小米上次在新疆拍粉调勇敢地选了我们，结果证明他们的选人之正。于是他们这次不信邪偏偏要让2位天气之子挑战难度更高的蓝洞。来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开放的概率有多低，特别是现在还没有到夏季，在前10天中，蓝洞只开放了1天。明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明天下午就要离开这个岛了。先不管天气了，还是先把自己填饱最重要。在酒店的专车接送下，就在蓝洞的正上方。有着一家以蓝色为主题的悬崖餐厅。飘零套餐，这已经算是我吃过的白人饭里面，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就是接近我这个湖南味的了。我还是喜欢在路边摊的那个扇贝，蒜蓉扇贝，最好再来点粉丝，
同志们，这是传说中的山猪吃不了西瓜。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的账单，大概合就是一人1500块钱啊。你来不来？3、2、1。说实话，当时看着悬崖餐厅的菜单和价格，我最想念的就是那不勒斯6块钱的披萨。Let's go to Naples. Maybe my word is pizza. 番茄奶酪饼，很好吃，我觉得。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成立于1870年的全世界最好吃的披萨 No.1 啊，也不知道谁评的啊，也不知道谁评的，就是这家披萨店了。这里边只卖2种披萨，那一种是玛格丽特披萨，另外一种是玛丽娜拉披萨。我们准备都给大家买完了尝一尝啊。哇哦！哦，好大一张。我喜欢 cheese。我想要菠萝。哎，上面有罗勒叶哈。来，世界上最好吃的披萨。真正的美味不需要精致的摆盘和昂贵的价格来证明。番茄、水牛奶酪和罗勒代表着意大利南部最经典的滋味，每一口下去它都有非常非常浓的番茄本身的味道。那这家店的披萨里边用的番茄只能采用维苏威火山里边长出来的小番茄。番茄奶酪饼，很好吃，我觉得。及格吧？这是及格吗？在我这没有大好吃，但不难吃了。明老师是属于吃披萨要加菠萝的。我只吃有菠萝的披萨和汉堡。然后就这么一个披萨，每一个是6欧，68、48、48。3、2、1，走。包不来的。如果说那不勒斯坐在路边吃的披萨能让人一口就吃到南意的灵魂，悬崖餐厅也许更多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为极致浪漫的场景买单，它无可替代；为纯粹顶级的味蕾享受，它也并不完美。当然，旅行本身就不可能完美，我们早就习惯。但是这次不一样，我们是带着任务的，我们只希望蓝洞能给我们一次圆满的惊喜。天气怎么样？有光，可是海上面乌了巴秃的，那可能是水雾吧。来到卡布里的第3天啊，今天我们要退房回到那不勒斯，那这也是我们奔赴蓝洞的最后机会。天气还不错，但是一直都没有等来这个官方的公告，所以索性我们就选择直奔港口。同志们，我们现在又到了这儿来问一问。The Blue Cave is open or not? Yes. Oh, open. 哇，同志们，我们现在坐船去蓝洞了，同志们。The boat? Yes. Oh, cool. Your captain are coming. OK， 我们的船长正在过来。Is our captain? This is Alessandro. Okay. Sandro， Alessandro. One of the best. 帅哟。Was there, okay? Yeah, cause it's our third Last day. Last day. If the Blue Cave is not open, maybe we will never. Never see. Yeah. 卡布里岛的蓝洞是世界7大奇景之一，也是提比略皇帝的私人泳池。蓝洞的洞口极小，所以哪怕是阳光明媚的日子，一点风速、潮汐的影响都会让它不宜进入。We will visit also other caves. Yeah, but the reason why we come to Capri is Blue Cave. Over there, but We have to wait the line. Okay, we'll have to wait, right? Yeah. How long is gonna? I mean, We will see how many boats there are. okay. Have you ever met like any like famous people? Yeah. Like who? Like Cristiano Ronaldo, you know? Really? Yeah. Che? Messi, C 罗、Messi、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Jordan。 Big yachts with famous people. Because they want to see privates. 这全部都是在拍蓝洞的船。蓝洞在哪儿呢 Now we have to wait the line, then change the boat. Okay. You go on the small boat. Okay. Where is the line? They know. They know the line? Yeah. Okay. Don't worry. I also know. They... Do we need to get a number or something like? No, there is no number. No number. Now I'm here. They see me. Okay. So- They know you, right? Yeah. Cool. In the summer is more. 我以为是过来拿号的。A63进蓝洞了。 Do you see the entrance over there? I see. That is the Blue Cave. That's the entrance, but inside is very big. There are 3 lines. There are 3 lines. yeah, one is for the private that is the boat with less than 9 People on board. Then there is the public. Public. Yeah, more than 9 people on board, and then there is the ladder. Okay. What is the longest line you have ever taken? Like 2 hours. 2
2 hours. Okay, it's during like summertime, right? Yeah. Under the hole there is an arch, big arch. The little piece of rock, white, and the sun reflects the bottom of the sea, that is dark blue. Is the blue like this? Depend of the hour, depend of where is the sun. Oh, depends Yeah. what is the sun. Yeah, where but is the sun? sometimes it's like this. Yeah, now it's midday, so it's perfect. It's 烈日 perfect.下的我们和船长闲聊了半个小时，一辆小船缓缓地驶来，带着我们去另一辆售票的船上先买了票。 Okay, guys, on the white boat in front, you can buy the tickets. The price is 18 euros per person. 然后我坐在船上，满心期待，又格外心急，反复调试相机，生怕错过了卡布里限定的绝美深蓝。不停机啊！哇， Lay down, lay down. 这个角度太诡异了。船夫熟练地压低船身，快速地滑入狭窄的洞口。 Get up. Get up. Get up. Oh my gosh! Sunglasses off, sir. Sunglasses off. The color of the sea is all natural. The sunlight coming out from the entrance and reflected the white sea. Whoa. “真正蓝洞里的蓝”，说实话我有点难形容，它难以被任何的词语概括。它幽深、宁静、纯粹，又无比自由。它随着阳光的强弱跃动，随着水位的高低变换，每一个停留在视网膜上的一瞬，都是光稍纵即逝的神之一笔，又迅速变成记忆里的永恒。 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sola. Hai dato sole, che bello è te. Guys, take a picture here. 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your picnic. Oh, thank you. And touch water, touch the sea for good luck. Put your hands in the water and make a wish. “哇塞，我感觉我做了一场梦一样，好快啊！脑子里预想的想怎么拍什么的，完全没有实现。然后呢，船夫再给你哼唱一个意大利的民歌，但是你进到那个洞里以后，里边大概有20多个船夫在唱同一首歌，他们的调儿也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你会发现他越唱越急，他就想让你赶紧可能出去，你知道吧？就是你可能哒，就自己把速度加快了。变速版。所以你来不来，朋友们？3、2、1，哎，还是都给了来，要来要来要来。 How was it? I never see the blue like this. It's just like blue diamonds, but it's too rush. They have to go fast because I think in a half hour they close. 所以至少带你们看到了。 You can swim inside. I do every year. You can Yeah, swimming? yeah. Oh my god! Oh, so with the jealous boat, again. but it's different. When the sun is more down, it's like purple. 罗马皇帝的私人泳池，我们必须支付高额船费，等待时间才得以一瞥的蓝洞，却也是当地人小时候来去自由的免费泳池。这或许才是卡布里最迷人的地方。所以聂鲁达说，当你认识了那里的船夫和车夫，你才能领略它的独特魅力。 好，朋友们，看到这里的，我们后边是一个心，祝大家心想事成。然后心也意味着 like， 请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期视频，点个赞，给个1键3连吧。给个1键3连吧。说实话，我们在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度其实是拒绝小米的。这个有一说一，我第一次做车的广告，但没有车。去找这个蓝，真的有一点刻舟求剑的感觉，因为
哪怕是我们的船长也跟我们说，这个蓝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小米的车漆也是这样的。心满意足地赶回那不勒斯，这里和卡布里沐浴在同样的地中海的艳阳下。所以朋友们，无论是那不勒斯还是卡布里岛，我觉得有没有阳光都是完全两个天地。但是这个世界上呢，阳光是免费的。时间和阳光是永远没有售价的，人间的美在他们面前永远流动。就像是蓝洞在罗马皇帝与船长的眼睛里，它都美得让人过目难忘。在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头衔与财富都褪去了颜色，唯独卡布里蓝依旧永恒。哦，那儿呢？看，安然无恙。这个蓝色真的是很漂亮啊！我怎么觉得这个蓝跟我去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那个蓝又不一样了？哎呦喂呀，回家。哇！现在回看小米速7的卡布里蓝，它始终在光线与速度的变换里，随着情绪流动，在变化中保持着生命力，才难以被轻易定义。无法被定义的美，才足以跨越时间。抱歉，我到最后都无法给你们一个卡布里蓝的色号，但既然如此，就让旅行中遇见的一切慢下来，因为那里的风、气味、遇到的人，都告诉我，这是一种让时间慢下来的蓝。一天一天护住你的心。这样再来一个，这样再来一个，这样再来一个。你开心。咱都用不了。